我有個人32歲就停經了。哦，天哪！對，現在在台灣有時候去買外食的時候，是不是用塑膠袋裝熱食？对，那個全部都不 OK。更年期階段的婦女，她最容易有哪些表現呢？就像恐慌症，我們的病人會嚇到一直跑急診，到處看。然後心臟科跟他說沒問題，很多人他就覺得說，我只要吃睡覺藥，那個都盡量不要吃了。是，那個真的是很燒腦，大概是38左右的失智症風險。基本上我是不太開安眠藥的，那我盡量開的是什麼？抗焦慮劑。我們是有需要才用，而且我們要教會個人什麼時候用，還有怎麼解。咦，大家有沒有發現字幕不見了？放心啦，它只是躲起来。用電腦看的朋友，可點右下角的方框圖示，字幕就會跳出來。手機則點一下右上角，選 CC 就搞定咯。嗨，大家好，我是文心醫師。你以為更年期是50歲才需要煩惱的事情嗎？当然不是哦。其實我們之前在節目中已經多次的跟各位女性朋友呼籲，常常會在35歲或是40歲的時候就會有症狀了。可是這麼多的症狀裡面，我覺得很困擾大家，而且也不是我專業的部分，其實是一些身心方面的症狀，像是焦慮、憂鬱、易怒、失眠等等的。所以為了談這個話題呢，我邀請到了婦女身心界的權威醫師，是我們的身心科醫師蕭美君醫師，讓我們歡迎她。其實呢，蕭醫師算是我的老師，好，就是以前長庚的副教授，然後也在長庚醫院待過。那今天為了這個話題呢，我想先問蕭醫師，就是剛剛談到的那些症經症狀，在你的門診裡面，更年期階段的婦女，她最容易有哪些表現啊？譬如說是恐慌啦、憂鬱，還是易怒嗎？應該說都有。我們用很簡單的一個分類好不好？就一個是前更年期，前12年就發生了，就是停經前12年，对，所以真的就差不多是30幾歲耶。其實現在越來越早，我有個人32歲就停經了。哦，天哪！對，然後再來的話，一個是更年期過渡期，再來就是更年期了哈。那再來，其實大家會忽略一個是後更年期哦。後更年期是在你停經之後的5到10年，那個这是我們的最大的族群哦。55到60歲是嗎？55到65，那依然我最近70歲的個案到90歲還是不少。所以您的意思是說，55到65歲，他以為他更年期已經過了，已經沒事了，對，可是他那個時候的很多焦慮、易怒，甚至恐慌的症狀，也還是跟荷爾蒙有關係嗎？甚至更多。我想你們應該也提過很多，就是 VNS 嘛，就是心血管收縮症狀。對，心血管收縮症狀，它的表現會像恐慌症。哦。它不是只有心悸跟熱潮紅，它還會像是恐慌，它就像恐慌症，我們的病人会嚇到，就一直跑急診，然後也去檢查心臟，對，到處看，然後心臟科跟他說沒問題。這個我之前聽蕭醫師有分享過，就是真的有一些族群是他更年期的症狀會比較明顯的，是不是？有幾類的人有這樣子？你如果過去有一些恐慌、憂鬱，會就是比別人更多的症狀，嚴重大概2倍左右。再來的話，會提早停經。我們那時候的研究是提早2年了。我想現在又加上空污，有氣候變遷，那環境荷爾蒙，然後還有維他命 D。哎，我有疑問，環境荷爾蒙，我知道環境荷爾蒙對我們常常在講癌症跟肥胖有關係，它也會讓人提早停經。是，其實以前有研究過哈，中國就有一個地方，他們是農藥用很多，就會發現他們那邊人都30幾歲停經。再來的話，現在在台灣有時候去買外食的時候，是不是用塑膠袋裝熱食？對，那個全部都不 OK。是，所以我以為它其實只是說我們想的就是它會影響健康，可是沒有想到它可能會讓卵巢早衰耶。非常。所以確實在臨床上，您也有一些個案，不管是職業或是環境付出比較明顯的。職業對。現在很多人的工作是晚上啊，那他的睡眠時間就不一樣。像我們的荷爾蒙的分泌就像你大腦裡面那中央有一個像乒乓球大小的一個，就是我們夏視丘嘛，那它分泌300多種荷爾蒙，那它的分泌的時間是什麼？晚上11點到2點。所以那時候荷爾蒙就會分泌亂掉了，那他們也會比較早停經。所以除了環境污染、睡眠壓力、日夜節律的顛倒，如果年輕的個案以前他就已經知道說我有一些憂鬱、焦慮、恐慌的傾向的人，他在更年期前後比較容易會在症狀更明顯，對不對？還有一些跟他的經前或是產後的荷爾蒙變化的有關的人，如果你過去有過經前症候群，PMDD 叫經前不悅症，月經前的時候就會發作。对，就好像一個開關按了，易怒，情緒變化很大，然後很敏感。旁邊的人有時候他可能就講到一些不是很
這種聽的話就哇，整個會這樣拉起來，對了，是不是？有這樣子狀況的女生，她可能是未來進入更年期，她的症狀會比較明显的高風險群，是不是？对，還有就是那個孕產婦憂鬱。產婦憂鬱也有相關。台灣的產後常會是怎麼樣？就是婆媳問題啦，對，就是你顧小孩壓力太大啦，對，然後或者是睡眠我要配合小孩啦，還有就是 breastfeeding 我要餵母乳啦，先生沒有好好照顧啊，都是其他問題。很多人會想的是這個東西，可是會忽略到這個生理性的荷爾蒙的跳動。聽起來是不是意思是說，因為懷孕期的荷爾蒙是很高的？然後產後它會突然掉下來，對，產後當然是突然的掉下來嘛。所以當自己或是周遭的人有意識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其實應該要找身心科或是專家來去求助。我剛剛聽了，我覺得好擔心哦，因為我好像有 PMDD 跟產後憂鬱都有。好，所以本來有一些憂鬱焦慮症狀的，然後 PMDD、PMS 比較嚴重的女生，然後跟疑似有產後憂鬱的女性，其實就是在進入更年期，差不多45到55這種轉折期的時候。因為現在說40歲之前是這樣，我們現在大概就是35、38啦，我們就拉2年。所以我們常有一個健康檢查的觀念，可是你的卵巢的功能，它其實也需要健康檢查。對，聽到這邊，你是不是也擔心自己可能會進入更年期了呢？別着急，我們這邊有一份更年期症狀清單，趕快點擊右上方鏈接領取吧。那剛剛講到，其實這個部分大家聽到症狀跟更年期可能會面臨的問題，其實都蠻害怕的。可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荷爾蒙，所以這個也是我就是很要求助身心科醫師的地方。就是大家聽到說哦，我不能用荷爾蒙，那難道我要去吃什麼安眠藥、身心科的藥物？那這樣會不會上癮？會不會不好？您剛才講的第一個荷爾蒙的話，不是洪水猛獸了。那我現在帶到一個黃體素的話，會影響情緒、症狀都會。所以腎影響心，心影響身。我們是有需要才用，而且我們要教會個人什麼時候用，還有怎麼減。那您剛問的第二點，身心科的藥物後，我們再來提到一個，就是說血清素，在台灣上面就寫憂鬱症，對，很多人看了就會覺得啊，我有憂鬱症這個樣子。不是像其實有3種藥哈，美國上面是打 PMDD，它是上面寫經前症候群用。對啊，他有時候他吃了1、2天，然後跟我說，他覺得沒有用，而且他又沒有憂鬱症，他就不吃了。因為他要4到6周才有效啦，2到3周才有感覺，所以那個不是那麼快。那再來我們提這個第3點，我們常會跟個案講，你現在用這些東西不是因為你憂鬱，為了什麼？平衡荷爾蒙，讓荷爾蒙不要跳動。你荷爾蒙是這樣跳，你才會有症狀嘛？是不是說你這樣一直掉啊？你這樣一直掉的話，很多人也還 OK 啊。那是什麼？你是這樣子的劇烈的掉下來，那你這個血清素進去是什麼？讓它再平穩的掉。那就比較沒有症狀啊。這有點顛覆我們以前的觀念，因為我們以前會覺得說，這類身心科的藥物，它就是只是好像症狀上去調節，讓你不要有這些症狀而已。可是您現在的講法是說，這些神經傳導物質跟我們的性荷爾蒙，其實他們是互相溝通的。所以其實就是大家真的不用這麼害怕藥物。其實這些藥物它是幫助你開始去進入一個新的過程的起點，去適應，而不是說好像一直靠着這個東西。不用一直靠啊。對，因為我們常常比較好的時候，我們就是請他們減藥啊。很大的一個觀念，我們常會花時間去教導個案怎麼彈性去用。譬如像有些人有經前症候群嘛，對，你可能月經前用多一點，那平常你可以少用一點啊，讓個人去學習。那我們醫生的角色的話，不是就丟給你藥這個樣子而已啊，對，你要學習怎麼去照顧自己，你要認識藥物，很敏感哦。有些人體質你突然減的時候會有戒斷症狀，那有的人不會，那有的藥會。有的藥不會，那這些的話都其實是要解釋的。因為很多人會覺得失眠，那更年期的失眠跟其他的失眠有什麼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嗎 ？OK，很好的問題。更年期症狀也是一陣一陣，對，一陣一陣的，它不會是一直哦。昨天就有很個案，他就說我前面睡覺都睡得很好，我可以一覺覺睡到那個8個鐘頭，那個9個鐘頭，然後都很滿意這個樣子。他也沒有吃安眠藥哦。然後說我這5天完全不能睡覺。當你天氣變化的時候，他說我腳好涼哦，然後我這邊會胸悶心悸，好像像恐慌這個樣子，那個其實就是 VNS。所以它就是因為是血管的一些疏縮症狀導致它的睡眠的問題。對，主要是天氣變化，然後對影響很大。所以聽起來關鍵就是它好像是一陣一陣，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对，氣候变遷會是一個，我想以後對男女更年期，甚至我想更多了。
應該說世界有4大荷爾蒙更年期相關學會，其實有2大已經提出了，說今年秋冬大家都會比較不好過哈。像上個月的話哈，这個天氣變化，上個月是8成的人睡不好，這個月減到7到6成了。所以我們要讓他有安全感，就是說不要怕。有的時候我們看多個案的話，就是一個經驗的累積，真的是。這樣的醫生讓人放心很多，難怪這一塊這麼難做，也會讓我有點挫折的地方哈。很多人他就覺得說，我只要吃睡覺藥，他們就不要治，對，他就不要治本的藥，他就只要治標，我只要睡覺就好，我只要睡覺了，什麼事情都沒有。基本上我是不太開安眠藥的。那其實有6大的那個叫特殊管制藥，特殊管制藥的話哈，要進入關懷名單，那個都盡量不要吃了。是，那個真的是很燒腦，大概是38%左右的失智症風險。所以很多人吃那個晚上的藥就斷片了。对，然後還有他們越吃越多啊，是，好像有點，因為很多人會怕上癮嘛。對，這是很多人會提到的上癮。那我盡量開的是什麼？抗焦慮劑，所謂的鎮定劑。抗焦慮劑的話，當然基本上它傷腦的風險就少很多，而且現在還有一些新的藥哦，就是它也不是鎮定劑，也不是安眠藥，它讓你自然去睡，孕婦都可以用。我都會跟他們講說，我會給你的是短暫用藥哦，你可以了你就不要用了，就是讓他們可以是隨時可以停下來的藥。对，我想到一個點，就是說，其實有些個案呢，確實有在開始使用藥物，可是他生活中還是時不時的會有一些壓力大的場景。然後我最常遇到的就是更年期媽媽搭配青春期、叛逆期的小孩，這種狀況下，蕭醫師您在門診有沒有一些小 tips 會直接跟他說啊？譬如說在壓力的場景，你要怎麼樣身心趕快穩定下來？可以給我們幾招嗎？我現在很多的個案哈，其實跟你有時候會很疲倦，他們不想動，對，就一直坐着。甚至我們有些的那個家屬會覺得說，啊，你好懶哦。你為什麼整天想躺床？被人家批評，還有不做家事這個樣子，你一直這樣坐着，然後又看劇，然後有時候也坐立不安哦，也看不下去哦，不能專心哦。更年期還有個這個症狀，我說你好歹這樣轉一轉吧，是有動比沒動好，對不對？對你這邊的話，你就是會 central base 嘛，就胖這邊，然後很多大家要去用減重藥的時候，你掉太快的時候，也要小心失眠跟肌少症的問題嘛。對，這是專家在這邊，就動一下，然後你不想做的時候，好，你再坐下來。那再來一個是瑜伽，對於荷爾蒙非常有效。那現在 YouTube 裡面也很多，他們會這樣說，我做不了這樣，我說你就做靜態的，還有你看劇的時候，然後你就稍微趴一下，你做個3分鐘也好，慢慢就5分鐘，然後有太陽要盡量曬頭因為很多女生也會怕曬黑嘛。就是我剛才講夏至秋，你曬頭，你增加維他命 D3，那其實就會幫忙很大。維他命 D1 的 D3 的這個影響很大，因為我們這邊抽起來的話，很多都很低。維他命 D3跟荷爾蒙的跳動，然後跟情緒、跟癌症，可是直接影響的。等於是說，除了藥物以外，其實生活上很多自我照顧的地方，像是檢測維他命 D 如果不夠的話，你適度的給它做補充。其實很多人會以為維他命 D 只跟骨頭有關係，沒有。但其實就像您剛剛說的，它跟我們荷爾蒙之間的一個交互太多了，它也包括免疫功能。因為很多人到更年期的時候，更年期過渡期的這個時間才發生躁鬱症。對，因為荷爾蒙的變化還會引發這些雌激素跟血清素是互相影響的，所以其實我要帶一個，剛才您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40歲之後的話，現在應該我們都提早一點點哈，就提早個2-3年哈，雌激素跟血清素是一起下降的這樣子，然後一起跳動的，所以刚剛為什麼我說SSRI、SNRI 它會互相幫忙，對，因為它互相是影響的，然後它還跟那個你剛才講到生物節律，它跟褪黑激素也有關。對，因為褪黑激素的前驅物就是血清素嘛。對，為什麼說女人40？女人40就是說，為什麼是憂鬱症的高峰？我想應該有很多是荷爾蒙的那個 NC。我覺得整個聽起來的話，其實就是說，藥物你使用的對，使用的合理，你不要害怕它，但是重點是你還是要從你的了解根本，對，去了解，然後怎麼樣跟醫生合作好。所以最後結尾我很希望。蕭醫師可以給我們正在經歷這段痛苦的女性們，有沒有一些鼓勵或是幾句話？好，就有一個更年期的轉折。早期的話，那婦產科甚至還有就是耳鼻喉科，因為很多人會暈眩，對，耳鳴更年期症狀，對，然後頭痛，還有人會疲倦到爬不起來，對，這其實都是更年期的症狀。因為我做婦女身心，很多人也不太做這一行。因為這個比較累一點，因為你要學很多。做了20多年後，當然希望台灣更好，然後有接棒人，這是我最大的心願。再來的話，一個是會過去的，
我常常跟個案講說，會過去的時候，他們你知道，人在很糟糕的時候會覺得 ，no， 我就是這麼不 OK， 而且會在很不 OK 的時候做衝動的決定，很不舒服的時候，請你不要做重大決定，它真的會過去的。好，然後就是一陣一陣。如果你真的很不舒服的話，就是找專業的醫生談。現在也有心理諮商師，有很多的管道。現在台灣的就醫比起國外還是好很多，所以真的不要太擔心。好感動哦，會過去的。我們今天真的很謝謝蕭醫師來跟我們分享，然後也希望熒幕前的觀眾朋友們，不管你是女性、男性，在這段時間大家一起互相支持、互相鼓勵，然後有需要找專業的人員協助的時候，絕對不要害怕，不要抗拒，提早照顧自己，提早做預防，然後從飲食、生活甚至營養素來做輔助。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那我們下次再見嘍，謝謝大家，拜拜。好，謝謝鄧醫師，謝謝大家。